最近呢，有一个粉丝问我啊，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，又想复婚的？其实这样的人啊，还是不在少数啊，只不过呢，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。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，事业有成，风韵犹存。她离婚了，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。她刚来找我的时候，心气儿特别的高，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，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，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。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，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，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。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，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。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，现在呢自己正当年，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。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，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，内涵也很丰富啊，谈吐也很高雅，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，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，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。所以呢她提出了离婚。这位客户啊，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客户啊，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。刚开始啊，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，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，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上的啊。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，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。又或者呢，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，也是不成。总之呢，挑来挑去的啊，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，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。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。后来呢，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，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，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，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。于是呢，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，1.80米的身高，硕士学历啊，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，也是离异的，比他小5岁。可是啊，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，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，说这个还是算了啊，不想继续交往了。我一问才知道啊，她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她结婚，对她呢也不错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啊，对方收入不高，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她的档次，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，旅游也好，都是女士在掏钱。刚开始呢，她是处于好感啊，都不在乎，但是时间一长啊，她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，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她了。而且呢，她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。因为最近有一次啊，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，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。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，他背后做了调查，确实是真实的，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，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，可以帮一下。这么多钱啊，他是不会投的。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，于是呢，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。经过这一次啊，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。可是后来呢，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，又是一样的啊，被人家拒绝了，全部都被拒绝了。就这么着啊，折腾了大半年，他终于累了，开始想念他的前夫，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。他觉得呢，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，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。但是大家觉得他的前夫还能接受他回到身边吗？大龄剩女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？真的不好说啊。但是啊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单身。8年前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啊，那会儿啊，她刚28岁嘛，除了长相之外呢，真的没有特别的长处了，学历也比较一般啊，家境也很一般，关键是性格她还很足啊，觉得身边的男生都配不上她啊。当年她来找对象的时候，真的是巨挑无比的，照片看着没眼缘的 pass 啊，身高不到1.8米的 pass 啊，市中心没有2套房子的直接 pass 啊，挑了啊几十个才遇到了一个双方中意的。结果就因为男生请她吃饭呀，饭店离她的住的地方远了一点，她就不愿意去，非要男生开车去接她，她才肯出来。饭菜呢不合她的胃口，满脸不高兴啊，嫌弃这个男生情商太低了，不会哄女生，挑了个饭店都不合自己心意。于是啊，她把这个对她最有诚意的男生给拒绝了。后来呢，她继续在相亲的路上走了很多年，仍然是单身一人。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好啊，总是每个相亲对象上啊，他都能找到人家的缺点，一直拖到了32岁的时候。结果他那个时候看上了一个男生啊，特别的主动啊，可是啊，男生对他呢却是不冷不热的，他找男生说话，人家就跟他聊几句，他如果不找的话，男生一次也不会主动找他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啊，渐渐的发现，只要是他看上的男生啊，人家就看不上他，已经开始嫌弃他年龄大了。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结婚的压力。真正感觉到绝望是35岁的时候啊，他发现啊，同龄的男生啊都去找20多岁的姑娘了，关键的是这些20多岁的姑娘啊，跟他的要求啊是一样的，那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啊？绝对是死局嘛。最后迫于结婚的压力啊，他把自己的要求一降再降啊，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呢，就是他已经降到最低了啊。
到极限了。现在她呀都是快奔40的人了，她跟我说啊，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，她一定会抓住那个28岁的时候那个傻傻的男生。虽然那个男生啊木讷无趣啊，情商也比较低，但是现在想想，找个单纯木讷的男生还真不容易。人生没有回头路了啊，何必那么为难自己呢？你们说对不对啊？觉得有道理了，别忘了啊，在评论区吐槽一下哦。有好多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捧杀了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像一个人他中了一次彩票，他就觉得自己啊一定一直都能中彩票，这太可笑了啊！之前我这里啊有一个93年的女生啊来我这儿找对象嘛，她学历呢还挺好的，是个硕士啊，身材呢也不错，有1.68米的身高，但是啊短板也不少。首先虽然是身材比较好，但是呢她脸长得不好看啊，皮肤也比较黑，总之呢不在大众的审美线上。而且呢他家境也很一般的外地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，可是他自己却非常的自信啊，让我们必须给他介绍富二代或者创一代，还得长得帅啊，最好是北京本地的。他说自己的前男友就是富二代，而且长得还帅，学历也高，谈了2年分手。我问他是啥时候谈的，他说是在大2的时候谈的，一出校园就分手了，说男生家里边啊不同意他俩交往。我一看啊，他那个学校是个理工大学，而且他学的还是 IT 啊，那我就明白了嘛，这个姑娘啊，就她的长相啊，可能在农村这个小范围里边呢还是比较出众的。就这么着啊，长大之后呢，她又上了一个男多女少的大学，男同学啊追求她的必然就多嘛。现在呢她还做着一个 IT 方面的工作啊，又是男多女少的行业。总之呢，身边的男生啊她都看不上啊，觉得太普通了。还有比他年纪小的男生追求他，他都不同意。所以呢，他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太出众了啊，所以他的志向啊，就是自己不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的，一定要实现财富的飞跃。所以我看他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捧杀了嘛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，要把他放在美女堆儿里啊，那真的是啊，啥也不是。要放在高学历的堆儿里呢，那也再普通不过了。在北京吧，满大街都是硕士。要论家境呢，那就更没有什么亮点了，甚至对于优质男人来讲啊，可能还有点减分。工作和收入就是普普通通的吧，所以啊，刚开始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啊，要找这么好的条件的男生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，还是没有被现实打压过呀。于是我就劝他啊，尽量降低一点要求，找个各方面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生就得了。人家死活不同意啊，要跟我杠，非要那样找。后来我给他介绍了几位他认为很满意的男士，都是见了第一面就再也没有第二面了。好几个男士连微信都不跟他加。这姑娘在后来就问我嘛，她说为什么在生活中她能遇到条件好的男生追求她，可是呢来相亲了反而这样条件的人看不上她了。我很明确的告诉她你不知道啊，在男人的世界里，谈恋爱和找老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你懂了吗？